岘港这个不起眼的名字，很多人没有听过。但是如果你了解岘港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是一座非常可怜的城市。它融合了殖民文化、沙滩、历史遗迹，还有漂亮的沙滩，被誉为世界6大沙滩的6大漂亮的沙滩。妈的！我真的是不会这样的开场。好啦，就我们今天要来聊岘港。岘港这座城市呢，大概人口是110万，大概是1/5的通辽啊，1/5T 啊。它的土地面积呢是1/20T。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吸引力？这个城市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来玩，这么多人来观光？然而，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，发展到现在大概不到20年。不是，发展旅游到现在不到20年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整期的自杀影片，大家帮个忙啊！这一期我知道流量会很差，但大家帮忙看完它好不好？保证你会喜欢。自杀的影片又开始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类型的影片。我们接下来介绍岘港。后面呢，这个叫做龙头桥。岘港主要有3座桥组成，连接着他们的沙滩跟他们的城市。这一座龙头桥呢，每逢礼拜5、6的话，他们会封桥，然后让桥喷火，就很多人会在这里拍。但是现在是背光，所以拍不出什么东西。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岘港。岘港为什么重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它是在这个越南这个 S 型的土地里面正中央，所以它的战略位置一直都很重要。你往上往下都会支援。有这么好的位置，它文明一定很早嘛？没错，岘港现在可以找到最早的文明呢，是大概公元300多年，是一个印度教文化，他们这里叫占婆文化。占婆文化并不是在岘港现在这个地方，而是在占婆岛啦，靠近惠安的那个岛。太久远的历史呢，都是人写出来的，或者人猜测出来的。历史学家的工作呢，就是来告诉大家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太古老了，我们就不讲了，因为这里没有文字留下来的档案。我们直接把时间快转到1850几年，因为那个时候法国过来了。如果你来岘港呢，一般上都会来跟这个龙来拍照，这就是死游客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新加坡的鱼尾狮，有点像啊，结果它是龙啊，它不是鱼。Hi, where are you from? Canada. Canada. Oh, Malaysia. Welcome. Oh yeah, it's good. Oh, Canadian? Yeah. Oh, nice to see you. Bye. 1858年的时候呢，法国人就把他的军舰开到了岘港啊，因为这里的30公里海岸线非常适合军舰进来。其实主要是因为当初越南没有海军，抵抗不了。那如果是一个现在的情况的话，这个很长的海岸线反而是易守难攻啊，因为太明显了，你军舰进来我就看得到你在哪里了。可是，在当初呢，越南是没有反抗能力的，他们就这样子被统治了差不多将近100年啊。但是被法国统治将近100年，后面还有美国人来。那法国人统治越南到底带来了什么呢？第一个带来的一定是宗教。法国人当初占领越南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这些天然资源，还有大米，还有一些茶叶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时候欧洲就没有这样子。说一个题外话，18XX年的欧洲啊，其实他们的自来水资源就根本没有自来水系统，然后水有些又味道很重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发现东方有一样东西叫做茶叶啊，那他们就觉得茶叶泡在水里面呢，就可以去掉那些味道，所以茶叶在欧洲当时是非常红的。第一个茶叶嘛，还有胡椒。为什么胡椒很重要呢？因为当初是没有冰箱的，你透过胡椒的一些腌制啊，肉可以放得比较久一点点。当然，肉放久变质之后，胡椒也可以提味。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关系，就那时候中国刚刚门户打开，因为鸦片战争啊。其实，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蛮多故事的，广州13行啊那些东西，反正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，我们先不讲，以后有机会再单独做一集给大家看啊。反正那时候中国刚门户开放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很多据点，不是我们啊，法国人需要很多据点。广州主要是被英国人占据了嘛，所以他需要另外一个据点来做贸易。岘港这样长的海岸线呢，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容易上下码头的地方，所以岘港当初呢就被法国人占领了啊。占领之后呢，
啊，发生了一些很惨不忍睹的战争啊，这些战争就不说了，反正战争都是残酷的。那法国人带来了什么呢？基本上带来两样东西，一个叫做宗教，一个叫做公共交通建设还有建筑物啦啊。宗教呢，基本上就是天主教啦，在这里盖了很多教堂，然后宣传了天主教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蛮多人是信奉 Catherine 的。第二个就是铁路，为什么会盖铁路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运输啊。你没事去殖民一个国家是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赚钱嘛。那最快的运输方式就是铁路，因为你想公路啊，你要一车一车运啊，不一定可以运很久。那铁路就可以很快啊，棒，然后拉着就走。当然，当初呢，很多法国人呢，你知道 French 嘛，你知道 French， 所以他们就喜欢喝咖啡呀，café，然后还有他们喜欢玩乐，喜欢美食，喜欢浪漫。他们在这里就盖了很多像巴拉山的一些度假场所啊。如果你想了解法国在越南的整个统治过程，岘港其实是保留的相对多的，只是相对哦，因为在越战跟越战之后，其实毁了蛮多的。他们就是你知道战争就很容易毁了很多东西啊，对，包括像中国现在也很难找到什么孔庙啊之类的。啊，我老又下雨了。身为一个海边城市是很容易下雨的，这个很正常。我们刚刚讲越南被法国统治不到100年嘛，为什么？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，美国人进来了，又是那个美国，这个美国就厉害了，打越战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岘港的这里的博物馆，短短拍一点点，让大家看一下美国那时候多可恶，特别用沉寂，我老哎，呸！我们今天插播一个广告，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在推广我的加密货币群嘛。其实我发现我的观众们其实一般上都不太懂加密货币，所以呢，我们跟派网合作了，有一个网格交易。网格交易简单来讲呢，就低买高卖，它有点像是买现货，但是又不完全是。如果你希望有人带着你开启你的加密货币的世界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，叙述栏都有连接。一般上现在市场上的跟单群啊，都要收20%到30%的手续费，但是我的群呢是完全免费的，完全免费。但是根据派网的规定呢，你一定要使用我的邀请连接、邀请码才可以跟单。在 Telegram 群呢，我们有高风险的开单边的网格交易，也有低风险的全场网格交易，哪一种适合你呢？你都可以自己判断。叙述栏有小助理的联系方式，有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。好，广告结束，我们继续影片。我们现在到的呢是岘港博物馆，我一到的时候我吓一跳，这里有护城河哎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护城河，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护城河哎。那旁边呢？就有一台直升机，通常这种护城河结构呢，代表说皇宫应该在这里啦，或者这里是什么行宫啊，反正就是皇帝来住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大炮，虽然有点杂草丛生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些大炮啊，以前的大炮。然后用这个木头呢，应该也是100多年前的木头。我其实一直很好奇。这砖头啊，100多年前是这样子做成的，它是这样粘起来的，还是这个是新盖的？哦，有可能是新盖的，然后原本的在这里，然后它为了巩固它，然后这样子才给它加强。这里呢有一台直升机，美军的直升机，这是 UH-E helicopter， 是被美国使用的。然后在1975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留在这里，没有带走。不能触碰文物啊，代表说之前有人碰了。哇，我很想开这个门呢，不能开。大家可以透过镜头来看一下以前是长什么样，这直升机长什么样。哇塞，他们要怎样把这台直升机运过来呢？要怎样运过来呢？很神奇吧？后面呢？这里就是护城河的尽头，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，这个影片会很长，所以我们全部都不讲了，我们直接跳到里面去看美军留下的东西就好了，不然这个影片会很长。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，我的话又要开始变多了啊！2万块门票一个人，哎 ，Thank you， 据说里面没有空调，很热，
可是这样大的建筑物没有空调，可能呢？好，没有错，这是一个没有空调的博物馆，没有错。这张地图呢，就讲说1859年的时候，法国是怎样子进来的。这里呢就是岘港，这里呢就是太平洋，所以当初他们就这样子看中这里啦。你可以看到很多船只啊，就在这里。我们看很多戏啊，都有那种大炮啊，这个就当初的大炮。他说不能触碰，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铁的。看一下里面，看不出什么东西来。这个是当初船啊，它就是这个模型，还是一样木头的船，但是这个大炮呢就放在中间这里，前面这里。这个手绘地图就很明显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这就是岘港。岘港呢，我们这里呢就是龙头桥就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就海岸线，他们的船呢就可以从上面这样子进来，所以岘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啊。这里有一个文物哎，我是看不太懂啊。这书法写得真的很漂亮。从朴物欲有工状持兵部义补，这边也是广南属布政使有属按察此离，这边也还有，这边也还有，这边都有哎。这里展示呢是越战时候的东西啦，我们来慢慢谈美国在越战时候做的事情。这个是断头台啦，那这个断头台是真的哦，他说历史文物哦，也是法国制造的，就这个断头台。这些枪支它是写美国人离开岘港的时候都留在这里。像这是卡宾枪啊，然后这是 K63，然后这是 PM63，其实我都不知道，没有当过兵。有 AK47耶，为什么会有 AK47？这个胶卷已经是坏掉的，然后那时候有拍摄一些东西，他后来挖到的。然后这个是当初的收音机镜头。好，往前走呢就是重点啦。我们可以往外看这个护城河，它的尾端就在这里。应该以前这个也是一个出口，现在已经被封掉了。但是这个河啊，基本上现在没有动啊，很容易长蚊子。这里呢，就是所有美军遗留下的东西啦。这个就是恶名昭彰的沉寂啦，非常过分的化学用东西。他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些化学饰品，然后让这些东西飘，然后撒在越南的土地上。美国人就这样过分，然后这块土地呢之后就不能用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几十年之后都不会销毁的，到现在还没有被分解。那很多越南人当初出生就是畸形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，真的是不知道战争的可怕，所以还是不要有战争啊，真的。我看看这个有越战的时候，韩国有参加哦，那我真的不知道韩国有参加越战诶。这是1966年拍的照片，这是当初他们拍的照片，就是轰炸，炸完之后 boom， 这张照片呢是1966年的时候，这么大的炸弹啊！其实这个炸弹大概3米有吧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这没有写不能碰哦，有写吗？应该没有写。这是美国的炸弹，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炸弹。为什么没有爆呢？美国人留下来的那些衣服啊，我到现在呀看了这样多历史档案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打20年的越战。美国人打越战是毫无道理的，真是毫无道理。
除了地理位置以外，因为他那时候要从菲律宾撤出来了嘛。越战在1975年就结束了嘛。那结束之后呢，越南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当初呢，中国的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又不和啊，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中越战争，中国叫它惩越战争，惩罚越南的战争啊，反正呢就是把河内很多东西都破坏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公共设施啊这些东西，毕竟河内啊，就北越很多的公共设施都是中国建立的，就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建立的。然后到了80年代乱七八糟，1991年苏联解体，老大哥不见了，越南怎么办？越南在80、90跟2000年其实是很迷茫的。美国把这里破坏完了走，然后中国把北边破坏完了走，然后大家就很像遗弃的小孩一样。可在2000年之后呢，就越南慢慢的崛起来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在越战的时候，越南死了很多人。在越战之后呢，很多新生儿出现，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新的小孩出生啊，可以这么讲。然后出生完了之后呢，就慢慢的让越南这块土地有很多是年轻人。你们可以发现啊，其实越南的30岁以下的人口啊，常常占这个国家人口的1/3以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。在目前啊，很少国家是这样子，柬埔寨也是这样子，缅甸也是这样子啊，就这一块当初被美国破坏的国家，现在都是这样子。我们讲的太多，我们现在讲回岘港啊，我讲不完的。1997年的时候呢，岘港被提拔为是越南的直辖市啊，就慢慢的塑造成现在越南第3大城市。在之后呢，岘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上6大漂亮的海滩。在之后，五行山啊、龙桥啊，还有巴拿山啊，巴拿山就有一个手然后握住那个桥，慢慢的变成了岘港的地标。所以，岘港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，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场是在2016、2017年才开始慢慢的使用。岘港的发展啊，我认为不到20年。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越南城市。它既然是越南第3大城市，可是它又是最近20年才开始发展的。最近20年发展代表什么？首先，它的路上规划、公路规划是非常现代化的啊，不像河内是几十年前规划好的。你可以看到岘港有很多单行道，所以它交通基本上不太塞。但是你要说岘港不是这么越南吗？没有，它还是喇叭声很多。但是它喇叭声没有像河内或者西贡胡志明这么吵，因为它交通相对好一点点，可是它还是要按喇叭。所以我一直在想说，如果你想要体验越南的美食、越南的法国文化、越南的食物、越南的特色，你又不想要这么拥挤，你可以来岘港。岘港真的蛮多不错的东西，当然它没有比西贡胡志明这么有创意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资金，它也没有像河内这么古老的建筑有这么多，但是它真的是一个你可以很轻松享受的一个城市。影片的最后，你有可能会问我说，岘港值得来吗？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岘港你可以来，而且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，5年后的岘港跟现在会很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现在很多资金进来，在海岸那边盖了很多楼，我觉得越南政府有可能想要把岘港发展成一个 co-working space， 就是数位游牧的地方。这里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首先岘港没有乱七八糟的情色场所，对，然后它也比较好管理，它的交通规划也蛮现代化的，很适合数位游牧的人。那它到底会发展到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，它每5年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我觉得岘港可以来。我这几年其实在岘港走了很多地方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座城市的，很有活力。然后，但是他们很新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岘港试看看，但是你不要抱着你想来这里就有很多特别的东西，这里就是你来这里接触越南文化。如果你让我选择胡志明，或者岘港，或者河内的话，我个人会首推岘港，因为这里比较容易。
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暗黑团的话，你还是去胡志明吧。这里暗黑镇的其实不多。那你要古城的话，你可以去河内，但是2个人的中庸呢，一定是岘港。好了，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有来过岘港吗？你来了岘港之后，你感觉到怎么样？你会喜欢这里吗？你会把这里推荐给你朋友吗？这里好多高中生，还是大学生，他们现在过来不知道干什么，突然多了很多人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蛮推荐来岘港的。对，不要抱有任何目的而来。当然这里不太容易认识到陌生人，但是我觉得还 OK。老规矩，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飞速看到本方注意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